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可曾想过，地球上生命的出现，乃至于人类的诞生，或许并不是单纯的偶然？我们总以为宇宙浩瀚无垠，星辰无数，地球只是其中一颗普通的行星，恰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但如果仔细观察，这一切的恰好，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刚好处在所谓的视距带，既不太近，也不太远。若再靠近一些，海洋将被蒸发殆尽，地球会成为像金星一样炙热的炼狱；若再远离一点，地表将冻结成冰封世界，与遥远的火星无异。而偏偏我们的地球就稳稳地待在这最黄金的区间，能保持液态水的存在，让生命得以诞生。再看看月亮，它的大小与地球相比，虽然小得多，却能以极为精准的引力稳定地球的自转与轴心。如果没有月亮，地球的气候将会剧烈摆荡，甚至可能时常陷入极端的冰河期或酷热时代。更不可思议的是，月亮的角度与大小恰好能在天空中遮蔽太阳，形成我们所见的日全食。这种恰巧在整个宇宙中几乎是难以复制的现象。不仅如此，地球的大气层组成比例也极为精细，氧气不多不少，维持生命所需，却又不至于让地球燃烧殆尽。臭氧层阻挡了大部分致命的紫外线，磁场又像一层无形的护盾，挡下来自太阳的致命辐射。仿佛有人在背后调整好每一个参数，只为让生命能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安然展开。当我们把这些条件一一串联起来时，问题便浮现：这些刚好真的只是随机吗？还是说，宇宙背后隐藏着某种秩序，甚至某种设计？有人或许会说，这只是宇宙无穷随机中的一次巧合，就像在无数张彩票中总会有人中奖。然而，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地球的生命之所以能诞生，或许背后有更深的原因。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早已被某种高等智慧精心设计过？这样的疑问带我们走向更宏大的思考，在这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地球生命的出现究竟是几率上的奇迹，还是某种必然？而如果它是必然，又是谁在背后铺排了这一切？当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地球能孕育生命，实际上仰赖的是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几乎每一项都恰到好处。首先是温度与水，生命能否存在，最大的前提就是液态水，科学家称之为视距带，恰好距离恒星不远不近，能让水保持液态。可是光有水还不够，还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维持。地球的大气层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氧气的比例不多不少，约在21%左右。这个比例奇妙到，只要稍有差异，整个局面就会彻底改变。如果氧气再多一些，地球表面可能早已被各种大火吞噬；若再少一点，高等生物的进化便无法顺利进行。再来看看地球的磁场，这个由地核熔融金属运动产生的磁场，像一个巨大的无形保护罩，抵挡来自太阳的致命粒子风暴。如果没有磁场，地球的大气层很可能早就被剥离，像今天的火星一样荒凉。而偏偏地球的磁场又强大又稳定，让我们能安然呼吸、繁衍、进化。除此之外，还有板块运动这个独特的条件，地球的地壳分裂成多块板块，彼此不断碰撞与漂移，带动碳循环，长期维持着气候的稳定。如果没有板块运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失衡，地球可能变得过于炎热，或陷入长期冰封。这些条件叠加起来，让人不得不感到惊讶，因为在整个宇宙中，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并不常见。据估算，光是银河系就有超过1000亿颗恒星，但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发现的类地行星仍屈指可数。即便发现了所谓的视居星球，我们也不知道那里是否真的存在复杂生命。于是，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为什么在这无数的可能性中，地球竟然中了头奖？这背后究竟是单纯的概率事件，还是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刻意安排了这样的环境？有人提出人则原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些条件如此巧合，只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不可能存在，自然也就不会有观察者来提出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能在这里思考本身就是这些巧合的必然结果。然而，
也有人觉得这样的解释过于敷衍，因为这些条件不仅是单一的刚好，而是层层叠加的刚好。太阳的大小与温度刚好适合，地球的距离刚好合宜，月亮的引力刚好稳定，磁场刚好强大，大气组成刚好完美。这种连环的精准，真的能单靠随机与偶然来解释吗？当我们把这一切拼凑起来，画面就像是一个经过精密计算的蓝图，或许这正是某种更高智慧设计的结果。若真如此，那么这股力量会不会来自于高等外星文明？他们是否可能早在我们意识到自身存在之前，就已经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为地球写下了这份蓝图？当我们开始怀疑地球的一切刚好并非偶然时，就不得不去思考另一种大胆的可能性：会不会在人类尚未出现之前，甚至在地球还是荒芜之地的时候，就有某种更高的智慧文明刻意介入了这一切？在科学界曾经有一个理论引起广泛讨论，泛重论 （Panspermia）。这个概念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或许并不是本土自然诞生，而是来自宇宙更遥远的角落。也许在无数年前，有微生物被陨石、彗星或星际尘埃带到地球，成为最初的生命种子。这些种子在地球上找到适合的环境，逐渐演化成我们今日所见的庞大生命体系。但有些科学家与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假设：如果这些生命种子并非随机出现，而是由高等智慧刻意播种的呢？换句话说，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是一场来自外星文明的实验。想象一下，一个远比我们先进数百万年的文明，已经掌握了基因工程与星际旅行的能力。他们或许能在宇宙中寻找合适的星球，调整其环境，甚至直接输送生命基因，让一颗死寂的行星逐渐成为充满生机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想法近乎科幻，但对一个真正的高等文明而言，这或许就像我们今天在实验室里培养细菌般简单。事实上，这个假设在现代基因研究中也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例如，人类基因中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突变，其进化速度之快，远超出自然选择所能解释的范畴。有人甚至提出，人类智力的跃升可能是因为某种外来干预。这样的说法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却让许多人开始怀疑，我们真的只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吗？还是背后有人为设计？更有趣的是，许多古代文明的神话与传说中都提到人类是天神创造或来自星辰的子民。从苏美尔文明的阿努纳奇神话，到玛雅文化对星际祖先的崇拜，乃至埃及金字塔与神秘建筑的存在，这些痕迹似乎都在暗示人类的起源可能与外星来客有关。当然，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些故事可能只是古人的幻想与象征，但它们的普遍性却让人不得不思考，难道这些文化之间真的毫无关联？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人类科技继续进步，未来是否也会尝试成为创造者？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外太空找到一颗合适的星球，将基因种子送过去，观察那里是否会孕育出新的生命。这样的行为正是泛重论的现代延伸。而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能做到，为何不能假设，早在我们之前，就有某个高等文明早已做过同样的事情？于是，地球的存在与生命的出现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巧合，而可能是某场跨越时空的宇宙计划，而我们人类或许正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这样的思考会让人不禁起鸡皮疙瘩。如果真有外星文明在背后推动，那么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否仍在他们的观察之中？甚至，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会不会也在他们的设计里？当我们把地球生命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设计这个假设放在更宏大的背景中来看，便会发现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或许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外星科技的介入，而是宇宙本身的更高秩序在运作。在哲学与灵性领域里，许多观点都指出，宇宙并非毫无意义的随机堆叠，而是蕴藏着一种深层的秩序与意识。这种秩序像是一张无形的蓝图，指引着星辰的诞生、行星的运行、生命的出现，甚至人类的进化。而我们所说的高等外星文明，或许只是这股宇宙秩序的执行者。
换句话说，他们不见得是地球的主人，而更像是园丁，按照宇宙更宏大的意志，在各个星球上栽种生命的种子，并观察它们如何成长。这样的比喻与许多古老传说中的天神形象不谋而合。从灵性角度来看，这种秩序不必然来自外在，而可能来自于宇宙整体的大意识。如果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而我们只是其中的细胞，那么地球生命的出现就不是随机，而是整体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就像一棵树，树枝的生长并非偶然，而是由整体的生命力推动。同样的，地球之所以能诞生生命，可能是因为宇宙本身正在追寻自我觉醒。这里还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外星文明，是否其实就是这股宇宙意识在不同维度的显化？换句话说，那些比我们更高等的智慧存在，或许不只是来自其他星球的生物，而可能是宇宙意识的一种化身。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协助引导人类理解自身与宇宙的关系。如果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地球上那些刚好的条件就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更像是某种宇宙语言。太阳、月亮、地球的相互配合，或许是宇宙在向我们展示，生命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嵌入在一个更庞大、更神圣的网络之中。许多灵性经验者在冥想或超越性的体验中，也曾描述过类似的感受，一种强烈的被设计感。他们感觉自己并不是偶然存在的个体，而是更大意识的一部分，被安置在此处，为的是经验、学习，并最终觉醒。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外星播种假说，从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交集，因为无论是外星文明，还是宇宙意识，似乎都在暗示着同一件事。我们不是孤单的，也不是随机的。然而，这样的思考也带来一个矛盾：若一切都在宇宙秩序中，那么我们是否还拥有自由意志？还是我们的每一步都只是遵循着早已写好的剧本？哲学上有人认为，所谓自由意志与宇宙秩序并不冲突，就像游戏中的角色拥有选择权。但游戏本身的规则与逻辑早已设定好，人类或许能在有限的框架内选择方向，但整体的进程依旧由宇宙的秩序所推动。当我们将这些观点与外星文明联系起来时，或许可以得出另一种理解：外星文明之所以可能在地球上播种生命，不是因为他们任意妄为，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股更大秩序的工具。他们的行动是宇宙在推动自身进化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正是这场宏大进化旅程中的一环。因此，地球生命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刚好的条件提醒我们，宇宙有它的脉动与规律，而我们正处在这场律动的核心之中。当我们回顾这一切，从地球与太阳的精妙距离，到月亮对气候的稳定，再到大气层、磁场、板块运动的完美配合，无数的刚好拼凑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奇迹。这让我们不得不问，生命的出现真的是偶然的几率事件，还是一场早已编排的设计？如果说这是一场设计，那么设计者究竟是谁？是拥有超越我们想象的外星文明，像园丁一般在宇宙播种，还是宇宙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意识，以无形的方式推动一切？亦或是这两者其实根本没有冲突，外星文明正是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以具体的形式来完成宏大的意志？无论答案为何，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的存在并不平凡，能在这颗蓝色星球上诞生，能在漫长的演化后成为能够思考与追问的人，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或许这就是宇宙要我们理解的讯息，我们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更大图景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反思带来了一种新的责任感。如果我们真的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份生命并不是随便的偶然，而是承载着某种使命。也许使命并不是去寻找外星人的踪迹，也不是立刻解开宇宙的所有谜题，而是从自身开始，去认识、去珍惜，并善用这份得来不易的存在。同时，这也提醒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人类或许还未找到最终答案，但这不代表答案不存在。每一次的追问，每一个新发现，都是我们接近真相的一步，而这过程本身，或许就是宇宙希望我们经历的旅程。所以，下次当你抬头仰望夜空，
看着明亮的月亮与恒久的星辰时，不妨想一想，你所看到的一切真的是随机吗？还是背后正隐藏着一股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智慧？或许，地球与生命的诞生，就是宇宙写给我们的一封密码信，只等我们慢慢破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